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将继续讲述丝绸之路暗网帝国第2期的故事。这一期呢，首先呢，来了解一下马可波罗行动与叛变特工，也就是暗网中的黑吃黑。在加密货币爱好者眼中呢，丝绸之路创始人 DPR 的名字曾一度与比特币中本聪呢并驾齐驱。然而，当罗斯沉浸在自己的自由主义美梦中时，他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正在来临。在罗斯的主线故事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惊悚的戏中戏正在暗网上演。2012年1月，美国缉毒局 FBI 和国安局联合发起了代号马可波罗行动，这主要是针对丝绸之路展开的深度调查。 DEA 的金牌特工卡尔福斯，化名 Nob， 伪装成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毒枭，并且成功吸引了 DPR 的注意力。Nob 在信中呢，自称是 DPR 伟大事业的忠实崇拜者，并提出以数千万美元收购网站，建议对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的整合。 DPR 回复道，我认为丝绸之路的价格应该是10亿美元，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生意，而是一场革命。尽管如此呢， Nob 的网站升级建议呢正中 DPR 的下怀，两个人开始频繁的交流，从时事政治聊到古生物学和洛杉矶玉米饼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双面间谍就开始诞生了。在获得 DPR 的信任后呢， Nob 开始负责丝绸之路的部分运维工作，并且获得了 DPR 提供的比特币打赏。正是比特币的匿名性呢，诱发了这名联邦特工的贪婪。福斯也就是 Nob 没有向上级汇报这些收入，而是私自中饱私囊。随着比特币的价格暴涨，福斯迅速还清了房贷，真正体验到了国际毒枭挥金如土的生活。后来的调查揭示了更加惊人的事实，也就是2012年至2013年期间，福斯几乎充当了双面间谍。他都做了什么呢？第一，匿名敲诈 DPR， 以虚假的行政传票勒索钱财。第二，更换身份向 DPR 出售执法情报。第三，与特勤局探员肖恩·布里奇斯合谋，从丝绸之路的账户中盗走了价值35万美元的比特币。那么为了掩盖盗窃呢， Nob 向 DPR 谎称是一名客服格林偷走了这35万美元。基于绝对安全的考虑， DPR 将格林的真实身份交给了 Nob， 并支付了价值8万美元的比特币，要求 Nob 解决掉格林。卡尔和肖恩最终没有杀掉格林，而是向 DPR 伪造了格林的死亡照片交差。那么在这个黑吃黑的支线环节中呢，虽然未能直接导致罗斯被捕，但 Nob 在行动中听取 DPR 的建议，在冰岛建立的丝绸之路比特币支付中心服务器却成为了 FBI 最终锁定 DPR 真实身份的致命漏洞。两位腐败的联邦特工呢，最终也因为自己的贪婪而被捕，双双被判入狱。那么暗网帝国到底是如何坍塌呢？这还要归功于 FBI 与 IRS 的双线索奇袭行动。马可波罗行动中呢，并非只有叛徒，还有这两位看似不相关的联邦探员的努力。这些呢，最终编织出了一张无法逃脱的天罗地网，将丝绸之路帝国推向了坍塌。突破口呢，来源于两条截然不同的调查线索。第一条线索呢，就是 FBI 探员的技术盲区突破。也就是说，克里斯托弗·塔贝尔
这位曾经成功逮捕顶级黑客组织 LUSAC 头目的 FBI 网络专家，深知对抗暗网需要技术层面的碾压。在2013年5月呢，他根据一篇 Reddit 用户的帖子呢，集中火力攻击了丝绸之路登录页面的细微漏洞，也就是验证码中泄露的微小 IP 地址信息。塔贝尔采用撞库的方式，不断地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在海量 IP 地址中呢进行筛选。最终呢，他成功地找出了那个唯一不匹配 Tor 节点的原始 IP 地址，并顺藤摸瓜将丝绸之路服务器的物理位置锁定在遥远的冰岛。对冰岛服务器日志的分析呢，揭示了一个关键信息：那台拥有最高管理员权限的电脑，其昵称正是 Frosty。那么第二条线索呢，来自于 IRS 探员加里·奥尔福德的老派搜索绝杀。这条线索与塔贝尔的复杂技术流不同，联合调查小组中默默无闻的国税局探员加里·奥尔福德，他相信呢老式且简单的工具的威力。他的核心思路就是 DPR 必然在某个时间点犯过错。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呢，他选择直接使用 Google 高级思索。第一呢，他调整日期过滤器，找到了互联网上最早提及丝绸之路的帖子。第二呢，突破点是2011年1月，罗斯以用户名 Ortoid 在置换蘑菇论坛上发布的推广文案。顺着 Ortoid 的线索呢，他发现了一则招聘程序员的帖子。该帖子意外暴露了一个与罗斯真实姓名关联的 Gmail 邮箱。第四呢，就是最终呢，他在程序员常用的 Stack Overflow 论坛上发现了罗斯将用户名改为 Frosty 的关键线索。那么尤里卡时刻来到了，马上要与 Frosty 对撞了。加里将他的发现展示给联合调查小组。当他说出罗斯的邮箱包含 Frosty 时，塔贝尔立刻打断他说：“你刚刚说什么 Frosty？” 这两位探员意识到，国税局在公开论坛上找到的昵称与 FBI 从冰岛机密服务器日志中破解的管理员昵称完美吻合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明白，他们已经抓住了恐怖海盗罗伯斯的真实身份。于是就来到了收网时刻，也就是旧金山图书馆的决定性瞬间。2013年9月呢，美国国土安全局确认了罗斯拥有多达9个不同的假身份，并锁定了他在加州旧金山的实际住址。收网时刻终于来临了。10月1号呢，马可波罗调查小组全体成员齐聚旧金山，秘密监视罗斯的一举一动。最初呢， FBI 计划直接突袭他的住所，但塔贝尔坚决反对。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原则，也就是说，针对网络罪犯，不仅要逮捕其人，更要确保能够获得关键性的证据。如果罗斯在家呢，他有足够的时间远程删除或者是加密电脑上的所有数据。所以一切必须在公共场合进行，并且在他登录网站的时刻完成。好，那这也意味着锁定 DPR 的最后一步终于要到来了。在2013年10月1号下午2点45分，罗斯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离开了家。几分钟后呢，他走进了格伦公园图书馆。在罗斯打开电脑的同时，一位警方卧底在丝绸之路上给 DPR 发送了一条关键信息，引诱罗斯登录了丝绸之路的管理者页面。看到时机成熟，两位埋伏在罗斯附近的便衣警察立刻开始了情侣争吵的表演，成功吸引了罗斯的注意。就在罗斯扭头查看的决定性瞬间，另一名特工闪电般地夺走了他的电脑。罗斯被捕的同月呢， FBI 关闭了丝绸之路的网站。这个暗网黑市在2年多的时间里累积了超过15万名买家和4000多个卖家，促成了近130万宗违禁品、枪支、假钞、假证等等非法生意。2014年呢，罗斯
欧布里希特被正式指控串谋贩毒、洗钱、阴谋实施计算机黑客攻击等7项重罪，被判处双重终身监禁。一个由自由主义理想驱动的暗网帝国呢，就此终结。好啦，这期的故事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转发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将深入探讨罗斯被判终身监禁的争议，以及释放罗斯的运动，还有总统特赦和人物结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